大家好，本影片要来介绍多核心运算。RDF.py、Ligand Trajectory.py、Reaction.py、Beta-exe.py 都可以用多核心计算。可是台3和台4的登入节点，为了防止单一程式占据太多核心，影响他人使用，系统有资源限制。研究室的登入节点只有2个核心，一旦被占满，其他人就难以使用了。计算节点没有限流，会提供一个方法，让程式转移到计算节点上执行。以 Beta-exe 来展示被限流的情况。从工作管理员可以看到每个 CPU 约只有 67%， 需要改送到计算节点做计算，因此要编写 slum 档。之前资料不全时，程式会跳出互动界面输入，但计算节点不允许互动界面，会直接回传错误，并终止这个 job。研究室的 FTP 准备了台3、台4以及研究室的机器的 slum 档可供使用。以台4计算 RDF 来作为例子，选用 t4.slum 档，然后把它给贴上。首先，我先把 RDF.py 的注解先去掉，然后确认 Marcus.csv、atomfile 跟 statefile 这几个档案是否存在，而且符合格式，还要再确认 RDF_parallel 这个资料夹是否存在。一定要特别注意是否有同名档。跟之前不同的是，之前都会用互动界面来问如何处理同名档，因为互动界面被禁用，在这里旧档案会直接被覆盖。一个一个来进行确认。先确认没有 RDF_parallel 这个资料夹，确认 atomfile、marcus.csv、statefile 它们的格式都是正确的。再来看到上半部 ，ntest_per_node 是掌管 CPU 的使用数量，预设使用一整台计算节点，台4是112核心，台3是56核心，用少一点会比较早排上，但是不要改大，因为不支援跨节点计算。P 是 partition， 预设使用 development， 台3是预设使用 ctest， 但是这个 partition 只能算8小时，台3的 ctest 只有2个小时，因此由使用者依需求来进行更换。确认都没有问题之后，就可以用 sbatch t4.slum 把 job 给送出去了。研究室的机器因为每一种 partition 的核心数量不同，所以被分成了多个档案。研究室的机器本来就是一个 job 一个计算节点，因此 ntest_per_node 设定少一点，不会比较快排上。以研究室的机器执行 Ligand Trajectory.py， 先用 sinfo 确认哪个 partition 有空的机器，选择 Xeon16， 然后到研究室的 FTP 取 Xeon16.slum 的档案，建立一个 Xeon16的 slum 档。然后把 Ligand Trajectory.py 的注解拿掉，要确认 Marcus.csv、atomfile、statefile 跟 bound 这些档案是否存在，也要确认 count_parallel 这个资料夹是否存在，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确认。count_parallel 这个
资料夹不存在。打开 Atom File、Step File、Marcus.csv 以及 Bond。这个档案是空的，代表没有任何键场要修改，但是这个档案必须要存在。确认没有问题之后，就可以使用 sbatch 把 job 给送出去了。透过计算节点的工作管理员可以看到有许多 process 正在运算，一个 process 就是一个 CPU 核心。以上就是本影片的全部内容，